我答应过你，会活着回来。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但不是你的错。阿昭，光天化日，怎么还动私刑？他们是在草菅人命。阿昭啊，听话啊！或许你不知道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朝阳终会带走黑夜，而你拯救了我。原来那个少年就是你。是我。阿昭，是你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，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你不是总问我，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？这就是原因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所以，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。从今以后，我这条命命运困我于只归你。也不想深敢低头，求饶。总是有梦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于我心的骄傲。阿九，啊，我簪子歪了，替我挽个利落些的发饰。哦。
好吃吧？天下为了这个糕点，23个时辰，才蒸出1笼满意的，只能说是这人间至高的美味。都怪你馅料没有拌好，那猪油的配比得合适，少了多了都不行。原来如此。我爹说的，少了太干，多了太腻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离开云中郡太久了，久到裴帆我都忘记了。其实我从前也不太会做这些糕点。阿爹，你看，我学会了，阿昭学会做沙枣糕了。哎呦，我们阿昭太厉害了！那下次别再偷吃馅料了，啊！阿爹不用吓唬我，我就是想念娘亲了。我没机会承欢于他膝下，但我就想去看看，看看他看过的风物，走走他走过的青石巷陌。我娘亲若是还活着，定然不会希望我做一个只会关税的女娘，她绝不会像你这般自大。她定然会在乎我的心。是，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神，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。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，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，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。想念一个人，不是一件丢脸的事。想家也不是。我跟着老头那5年，他确实过得挺好的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偶尔得到一些西域的香料，他就会放到小南院的房间里。出去巡逻的时候，看到好看的花枝，便会采回来，栽在小南院的院子里。因为他跟我说，小南院是你以前住的地方，收拾好了等你回去。楚昭，其实老头他没有责怪你的离开，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他只是很思念你。当然，这一切你可以不用回应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所以你无需自责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需要被原谅。其实我也很想念我阿爹，还有大漠的一切。老头他是一个很严厉但很心软的人，和你一样。老头第一次带我去沙漠的胡杨林，他说那里的每一根枯枝都在拼了命的活着，这才有了1000年的风景。死非常容易，活着才算本事。阿九，抱歉，是我太聒噪了。不会啊，能听到你讲这么多话，我很高兴。夜深路重，殿下早点休息。
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我阿爹的事情，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过去。不客气，就当是报殿下的以告之恩。那谢统领，这盒红豆糕你就拎回去吧。多谢。我今天说的话一直算数。啊？就是以后你有什么愿望，都可以来跟我许，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帮你实现的。我楚昭，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好，不会。报！殿下，云中郡急报，昨日朔漠来访，楚将军击退朔漠大军，身体突感不适，昏迷不醒。将军，朔漠撤军了。果然如将军所料，这一次幸亏您提前谋略。将军。父王，你受伤了？父王有所不知，楚灵的女儿要将我赶尽杀绝啊！楚灵的女儿，那个不想做世子妃，只想做长公主的。新帝即位，朝中动荡。我们与云中互相制衡，高阳谢氏虎视眈眈，他竟先清除了我们楚都的私兵，又借着你的事在朝中立威，此等手段，真的是高啊！此番朝堂变故，楚都正值多事之秋，或许我们单道玄威啊，皆在这文武火候。昔者轩辕柱鼎，77日而龙吟现；燕起练拱，99夜而丹霞凝，皆在这后之一字。九转未成，你岂敢启鼎啊？我儿一路鞍马劳顿，暂且歇息吧。是。朔漠犯境，主帅楚灵当有失察之责。朔漠军犯境是真，楚将军令人扑了个空也是真，不问其功，反问其罪。既然领兵打胜仗，便是分内之事。云中若破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公不能抵过。陛下，楚灵治军不严，理当问罪。臣附议。郎中令大人忧国之心可嘉，但本宫倒想问问：萧寻前脚逃回萧南郡，朔漠后脚便突袭，这般巧合，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？长公主的话倒是点醒了臣。臣记得当日是太傅力主赦免萧寻，口口声声抚藩王之心，现在看来，这心抚的真是时候。谢大人慎言，赦免萧寻回归萧南郡，此乃陛下旨意，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？倒是谢大人，听说您打算将世子府据为己有。
世子府行胜之地，四通八达，与其闲置，不如物尽其用。陛下体恤，赐予了臣。怎么，太傅也想要啊？够了，朔漠犯境，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。至于内患，本宫倒要亲眼看看，到底是谁着急为外贼铺路。孤伐了，众卿若无事，便退朝吧。恭送陛下上公主殿下。好你个谢家三公子啊，竟然敢把其下到明面上！这谢艳芳既然能向您直言送长公主一场真战乱，就说明她有恃无恐，知道我们没有证据，不能奈何她半分。是啊，她既然敢说出口，就证明她已经留了后手了。哪怕现在我们叫人去查，也查不到任何线索。谢艳芳身边如铁桶一般，但百密总有一疏，不如我们先试着从高阳老家下手。谢艳芳进京时，早已把谢氏子弟全部带在身边。如今高阳老宅剩下的几个管事的，不堪大用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想要打毒蛇的7寸，就要先把手伸进蛇窝。少游，即刻着人去高阳。是。谢大人，这盘棋你可得好好下呀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拿你当诱饵。我曾向先帝起誓护你周全，如今却让你身至险境。我不配做你的姐姐。姐姐不要这样说，这是我们的计划。你看，现在真的没事啊。姐姐不用难过，我母妃说，这手工编织的长命缕最见心意，每一道绳结都能锁住福气。姐姐能给阿宇亲手做个这个，我很开心。你说配个玉这么挂着可好？或打个金锁，看起来贵气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姐没有对不起我，这是我们一起想的这个计划抓坏人。只是这个坏人是皇叔，阿宇还保护了姐姐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舅舅，你拿什么好吃的给我？你喂我。真麻烦。你当喂马呢？军营里都是这么喂的。你不报自首，你才血口喷人。以后不给你带吃。你不是当值吗？怎么还有时间来给阿宇送吃的？披风，还我。
你不是不喜欢吗？怎么又要讨回去啊？我本来都打算送别人了。借给你的东西，用完以后，自然要还给我。拿去啊！舅舅，你们在抢什么？什么叫抢？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姐姐，你答应我的事还记得吧？啊？好看吧？嗯。天女散花。来，再吹一个。分明是你答应他，为何要让我来做？本宫命令你替我做。这秋千够不够结实？能坐下我们2个人吧？我才不陪你玩这个呢。为什么呀？荡秋千最好玩了，可以看到远方的风景。傻瓜，想看风景出去看就好了，为什么非要坐秋千呢？真的可以出去吗？快来，天女散花喽！你要这么打的话，就算打好了，待会儿坐上去也一定会摔跤的。我打得这么结实，怎么可能会摔跤？你摔了没事，但要是他摔了，那可就惹大事了。少看不起人了。长公主还真是不摔一跤，不信这个邪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绑的是个死结。姐姐，你到底会不会坐秋千啊？这绳结是我们军中用来捆绑犯人用的，一旦绑上以后，饶是神仙来了，也难逃。来吧。我不敢。姐姐，你来。姐姐，从何处回乡南来？
阿宇，你说什么？别再叨了。他说的不错，萧南王实力犹存，萧玄绝非善类。若他长久地待在楚都，你们斗下去，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。这次他侥幸逃脱，下一次未必。我也知道萧玄狼子野心，可萧玄究竟做了什么，让你仇恨至此？当年他亲自到云中郡求娶，我看他待你也算体贴。你们不是曾经两情相悦吗？两情相悦，这可是我做过最愚蠢的事了。如今想来，只觉得恶心。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阿九，你相信人会重活一世吗？在前世，我如愿嫁给萧雪，当了王后，谁知道却因此害死了父亲和所有亲人，自己也被萧雪活活勒死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你就当是我做的一个梦罢了。不会。这世间万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。老头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，只要无悔。不过，此番你与萧玄交手，虽然他吃了闷亏，以他的防备之心，逼除去萧玄，并非易事。虽然这次让他侥幸逃脱，但我不会再给他机会。那你可有应对之策？若我说有，你会帮我吗？断肠苦事残烧，嫌你招，风过尘烟消，摘下来的水又成桥。生活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远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，无需路遥。若我说有，你会帮我？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宗庙祭祀仪式告一段落，涉案者伏诛，皇城内外皆肃清整顿，还望各位引以为戒，不可再出纰漏。对了，孤今日在想，王叔在京为治7载，甚是酸楚，不如放他回萧南郡去吧。众卿意下如何？
启禀陛下，此事不妥，朝中大臣对此也应多有疑虑。谢大人当日口口声声陛下圣明，眼下却要质疑陛下的决定。太傅此言差矣，本官多加思虑。质子在楚都，本是先帝遗愿，况且萧巡在楚都，尚可制约其父。若放其归去，恐生变数。谢大人所言虽有道理，可世子在京中多有磨难，若因此惹得萧南王心生不满，反不利于朝堂的稳定。长公主殿下，陛下。本宫有权参议此事。殿下得先帝遗诏，可与太傅同行监国之权，自是有权。陛下，诸位公卿，本宫近日收到一份朔漠密报，本不愿再生事端，但既然谢大人问起，本宫便直说了吧。朔漠边境近日异动频繁，恐有大军集结迹象，而京中近日亦发生多起可疑事件，街市上不明身份之人流窜，暗中聚众，行迹可疑。殿下，可否借密报一观？不可，因为兹事体大，本宫需要先确认此封密报真假，以免伤及无辜。倘若消息为真，又当如何？那萧南王世子就绝不能离开楚都。萧南郡毗邻朔漠，若二者勾结，陛下登基，萧南王也未曾来贺，难保不是早有异心。